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如果你失眠了，可以尝试做某个特定的姿势。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一种科学证明的最佳入睡技巧。本次要介绍的书籍是最新科学证实的211种有助于睡眠的最佳方法一书。即使明天需要早起工作，头脑和身体也都感到疲惫，但一躺到床上却清醒过来，想入睡却怎么也睡不着。这样的经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因无法入睡而感到烦躁的人非常多，有些人甚至不得不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一般认为，健康的睡眠时间是每天7到8小时。如果我们1/3的人生时间里睡眠质量不好，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不健康，甚至会遭受压力、抑郁等精神问题的困扰。在漆黑的房间里，因无法入睡而感到烦躁，每天如此，日常生活的动力也会逐渐消失。因此，这次我将基于最新研究，向大家介绍几种任何人都能轻松实践的基于科学证据的睡眠改善技巧。书的作者指出，不眠症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将从他推荐的211种改善睡眠的技巧中，精心挑选出特别推荐的方法供大家参考，希望从今天起能为你带来最佳的健康生活。今天我们将介绍以下3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科学证实某些精油对于睡眠的神奇效果。第二，关于睡眠的意外真相，要意识到睡前不是让身体变暖，而是让身体变凉。第三，用婴儿式姿势入睡，无法入睡时的最强3项推荐技巧。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请务必看到最后。现在让我们开始吧。第一部分，科学证实某些精油对于睡眠的神奇效果。无法入睡时，我们常常感到烦躁和压力，这种压力反过来又让我们更难入睡，形成恶性循环。为了抑制妨碍睡眠的烦躁情绪，建议利用具有放松效果的草本、水果和坚果的功效。我们将详细介绍具有镇静和放松功效的草本、水果和坚果。具体内容分为以下3种方法：一、通过芳香精油放松身心；二、睡前推荐饮用1杯草本茶；三、推荐3种有助于优质睡眠的食材。现在让我们详细解析每一个部分。首先来看第一种方法，通过芳香精油放松身心。当你走进芳香疗法的店铺，草药的香气会让你感到心情愉悦。使用从草药中提取的精油进行芳香疗法，被认为对大脑和身体具有放松和减压的作用。例如，你可以在泡澡时在热水中滴几滴精油，或者在卧室点燃芳香蜡烛，还可以将水和精油混合后喷洒在枕头和床单上。这些都是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够让你感受到放松的效果。具有催眠和放松效果的常见精油有薰衣草、茉莉花、天竺葵、雪松和依兰等。其中，薰衣草在多项研究中被证实具有镇静和催眠的效果。根据在泰国出版的医学专业期刊上的一项研究，闻薰衣草精油的香气可以降低血压和心率。此外，英格兰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显示，在弥漫薰衣草香气的房间里，人的睡眠质量平均比在普通房间高出20%。除了使用薰衣草进行芳香疗法，还有一种别致的方式是将薰衣草汁绑在淋浴喷头上，这样洗澡时就能享受到薰衣草的颜色和香气。另外，用有机精油进行面部和淋巴按摩也能改善血液循环。结合香气可以获得极佳的催眠效果。研究表明，接受20分钟面部按摩的女性，其血压降低，更容易入睡。推荐一种自我面部按摩的方法，用双手的食指或中指按住眉心，慢慢向上滑动，然后左右轻抚额头，接着将手指从鼻子滑到脸颊、耳朵，再从嘴角滑到下巴的线条，最后从锁骨向上轻抚到脖子。这种淋巴按摩非常有效，即使是自我面部按摩也能取得显著效果。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面部按摩教程，睡前请试试看。接下来让我们详细介绍第2种方法，睡前饮用1杯草本茶。除了芳香疗法外，草本茶也具有良好的促进睡眠和放松的效果。例如，最具代表性的草本茶是洋甘菊茶。洋甘菊茶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具有镇静作用。根据伊朗的一项研究，
对养老院中有睡眠障碍的老人，每天2次服用200毫克洋甘菊提取物或安慰剂。结果显示，服用洋甘菊提取物的老人睡眠质量有所改善。另外，台湾的一项研究显示，有睡眠障碍的产后女性在连续2周饮用洋甘菊茶后，睡眠质量显著提高，抑郁症状也有所缓解。洋甘菊花中含有一种多酚类物质芹菜素，它可以作用于大脑中的苯二氮卓受体，从而产生镇静效果。简单来说，就是抑制大脑活动，诱发睡意和镇静效果。洋甘菊茶可以通过茶包以实惠的价格购买，建议大家在睡前试试喝一杯洋甘菊茶。除了洋甘菊，还有一种草药叫血草。血草在世界各地被广泛用作镇静和助眠的药物。多项研究表明，服用血草的人与未服用血草的人相比，睡眠质量提高的可能性高达80%。此外，有研究数据显示，血草可以阻止促进放松效果的神经传递物质GABA的分解。然而，相较于洋甘菊，血草可能具有更强的药效。作者认为，如果是草本茶，其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显著，但如果出现头痛或头晕等副作用，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停止使用血草。此外，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也可能出现副作用，因此最好避免摄入血草。由于个人情况不同，如果有人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疾病，请咨询主治医生是否适合饮用血草茶。最后，让我们来讨论第3种方法，推荐的有助于高质量睡眠的3种食材。我们将介绍3种有助于睡眠的水果和坚果。这3种食材如下：1. 酸樱桃；2. 猕猴桃；3. 核桃和杏仁。让我们逐一看看这些食材。首先是酸樱桃，据说对改善睡眠非常有益。与一般的日本樱桃不同，海外培育的酸樱桃效果更佳。酸樱桃的浓郁酸味特别适合提供舒适的睡眠。一篇刊登在美国杂志上的文章指出，酸樱桃汁有助于促进良好的睡眠。一项研究将年龄在50岁以上、长期患有失眠症的人分成2组，一组每天饮用1日2杯酸樱桃汁，另一组则饮用樱桃味的果汁。结果显示，饮用酸樱桃汁的组平均睡眠时间延长了84分钟，并且睡眠质量得到了改善。樱桃中含有一种名为色氨酸的氨基酸成分，色氨酸可以在体内转化为血清素，而血清素又可以转化为具有催眠作用的褪黑激素，从而有助于更好的入睡。与普通的日本樱桃或美国樱桃相比，酸樱桃的色氨酸含量更高，因此可以获得更显著的睡眠效果。作为第2种推荐食材，猕猴桃非常值得推荐。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 和纤维，不仅是营养丰富的水果，可能还可以被称为超级睡眠食物。在台湾的台北医科大学进行的实验中，有睡眠问题的人被要求在睡前1小时连续4周食用2个猕猴桃。结果显示，受试者入睡时间缩短，睡眠时间延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睡眠问题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叶酸和抗氧化物质的不足。虽然失眠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缺乏蚕饲料和铁、维生素 B 群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缺乏抗氧化物质会引起体内炎症，从而导致身体不适，难以放松入睡。猕猴桃是一种富含叶酸和抗氧化物质的超级水果，因此可以期待它改善您的睡眠质量。作为第3种食材的推荐，核桃和杏仁也是不错的选择。坚果类被认为是改善睡眠的高效食材之一。例如，根据德克萨斯大学的研究，核桃可以促进褪黑激素的生成。褪黑激素被称为人体内时钟的调节剂，被认为是自然入睡的睡眠激素。通过食用核桃可以增加血液中褪黑激素的含量，因此可以像酸樱桃一样获得改善睡眠的效果。此外，杏仁也是一种推荐的优质睡眠食材。杏仁富含镁而镁，可以维持大脑内神经传递物质GABA的健康水平。GABA被认为有助于放松身心，因此杏仁可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它是一种促进放松的神经传递物质。当镁摄入不足时，GABA的水平可能会下降，从而可能导致焦虑和压力。据一项研究表明，增加镁的摄入量可以改善入睡时间，让人整夜都能睡得香甜。
镁可以从绿叶蔬菜、鱼类、豆类等食物中获取，而杏仁则是一种方便的零食选择。如果因焦虑和不安而导致睡眠不足，可以试着吃一些杏仁，即使是少量也可以。第二部分，睡眠的意外真相，要意识到睡前不是让身体变暖，而是让身体变凉。接下来将探讨睡前的习惯以及提高睡眠质量的建议。睡前的一些小动作和睡眠环境都会对您的睡眠质量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建议您检查日常的行为模式和卧室环境。也许通过稍微改变行为或环境，您的睡眠质量就能得到显著改善。具体来说，按照以下4点进行解释：一、睡前降低体温至关重要；二、理想的室温是摄氏18度；三、注意睡眠与光线的关系；四、尝试采用丹麦的 HED 睡眠风格。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个要点，即降低体温对于睡前非常重要。很多人会认为让身体暖和会更容易入睡，因为温暖的感觉会让人感到舒适和放松。许多人可能会觉得洗完澡后感到困倦，是因为身体被加热了。当然，洗澡本身确实会有放松的效果，但实际上感到困倦主要是因为洗澡后体温迅速下降所致。当您泡在热水中时，血液会聚集在皮肤表面，血管会扩张。当您离开热水时，身体内的热量会通过扩张的血管迅速散发出去，导致体温迅速下降。这时，身体会向大脑发送信号，促使生成睡眠激素褪黑素，这就是体温下降会让人感到困倦的机制。根据英国拉夫堡大学的研究显示，入睡前90分钟洗温水澡的人比早入浴的人更早入睡，而且睡眠质量更好。因此，作者建议养成在睡前90分钟洗澡的习惯。当身体在洗完澡后开始降温时，进入被窝就能享受到舒适的睡眠。即使没有时间在睡前洗澡或淋浴，只用温水或冷水洗手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因为没有体毛的部位，如手掌等身体表面更适合散发热量。尤其是手掌，虽然面积较小，但血管丰富，非常适合散发热量。洗手后不要完全擦干，轻轻拍打皮肤，因为水蒸发时会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从而降低体温。此外，根据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显示，洗碗也有助于放松心情、减轻压力，因为洗碗不仅可以降低体温，而且洗洁剂的气味和泡沫也有放松效果。所以，当感到无法入睡时，尝试在睡前洗碗可能会有所帮助。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第二个要点，即理想的室温是18摄氏度。据说，为了增加睡眠激素褪黑素的分泌，深层体温需要先下降。过去，由于住宅的加热和隔热功能尚未发达，日落后，随着气温逐渐下降，人体体温也会下降，自然而然地进入睡眠状态。然而，现代的家庭由于温暖舒适，夜晚即使气温下降，体温也不容易降低。如果体温不降，褪黑素的分泌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身体很难进入睡眠模式。实际上，理想的卧室温度应该比想象中低，约为18摄氏度。建议大家测量一下自己卧室的温度，如果高于18摄氏度，则不适合睡眠。可以尝试降低空调的设定温度，或者调整环境来降低室温。特别是在炎热的季节，潮湿闷热会使人难以入眠。为了舒适的入睡，炎热会提高身体温度，是大敌。尤其是在夏天，尽量保持卧室凉爽很重要。炎热的空气会上升，因此建议打开房间顶部的窗户来保持通风。使用电风扇制造空气流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您在入睡时感到困难，可以尝试将卧室的温度保持在约18摄氏度。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第三个要点，即睡眠与光线的关系。据说，任何形式的明亮光线都会抑制睡眠激素褪黑素的生成，尤其是来自智能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设备屏幕的蓝光尤为严重。以色列海法大学和睡眠诊所合作进行的最新研究发表在学术期刊《黑色生物技术国际版》上。研究表明，在晚上9点至11点之间，暴露于蓝光或红光屏幕的被试者的褪黑素生成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蓝光照射的人生成的褪黑素较少，睡眠时间也较短，睡眠质量不佳。
建议在睡前至少1个小时停止使用电子设备，或者使用夜间模式设置，将屏幕光线调整为暖色调。另外，在睡觉时最好关闭会泄漏光线的电子设备，或者使用遮光物将其覆盖，以避免光线泄漏。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表明，将琥珀色镜片眼镜戴在失眠患者眼睛前看手机或者电视，与戴普通眼镜的人群相比，睡眠时间平均延长了30分钟。当然，最好的方法是睡觉前不使用电脑或智能手机，但如果有必要使用，戴上琥珀色镜片眼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后，我们来说说第4个要点，就是尝试采用丹麦的 Hygge 睡眠风格。也许这个词对你来说有点陌生，但丹麦人以其 Hygge 生活方式而闻名。简单来说，他们非常注重拥有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丹麦一直在世界幸福度调查中排名靠前。人们认为这种 Hygge 与幸福度有关，要营造 Hygge 的环境。重要的是善用蜡烛或柔和的灯光等温暖的光线。当夜幕降临时，试着调暗家里的灯光，只用蜡烛的火光或柔和的灯光。引入可以调节亮度的灯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昏暗的灯光下度过时间，有助于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但请注意，刷牙或去洗手间时不要打开刺眼的灯光。澳大利亚的研究表，即使只有1个小时的明亮光，也会显著降低褪黑激素的生成量。当家里的灯光变暗后，尽量保持房间的黑暗，直到入睡，这样会让你感到平静放松，更容易入睡。在第2部分中，我们已经解释了睡前体温和卧室环境的重要性。接下来，在第3部分中，我们介绍用婴儿式姿势入睡。无法入睡时的最强3项推荐技巧。有时候通过进行轻微的身体活动或者思考一些事情，你会意外地很快入睡。我们将介绍3种简单的技巧，任何人都可以尝试，帮助你自然地感到困倦。当你无法入睡时，一定要尝试这些方法。具体方法如下：第1种方法，认知 Shuffle 睡眠法，通过连续想象各种场景来促进睡眠。这是认知科学家里克·博尔温博士开发的一种睡眠技巧，通过想象各种场景，让你的注意力从妨碍睡眠的思维中转移出来。研究表明，通过在脑海中想象各种场景，可以将大脑带入入睡前的状态。现在，让我们立即详细解释一下具体的步骤。首先，尝试想象一个至少包含5个字母以上的单词，例如冰箱、玉米、水族馆、吹风机等等，都可以作为开始。然后尽可能使用每个词的首字母，想象出尽可能多的场景。假设你首先想象了一个冰箱，接下来就用冰箱这个词的冰字母，思考冰冻柜、冰咖啡等等，逐渐联想出新的词汇。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尽量具体地想象每个词所代表的场景。比如，对于冰咖啡，可以想象冰块在咖啡中漂浮的样子，持续想象直到你无法再想出新的词汇为止，然后再进入下一个词。通过这种方式，在脑海中持续联想出一个又一个词汇。但注意，不要想工作和学习这样有压力感的词语，就像做梦一样，让大脑进入入睡前的悠闲状态。这是一种在床上轻松实施的技巧，所以在无法入睡时，不妨试试看。此外，也可以尝试类似日本常见的词尾接龙的方式进行联想，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务必尝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下面让我们来解释第2种方法，即从100开始数的冥想法。研究表明，经常冥想的人比不冥想的人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对参加了每天平均27分钟冥想计划的人进行了8周的研究，并通过 MRI 扫描了他们的大脑图像。结果显示，参与计划后与焦虑和压力有关的脑区活动下降了。此外，还发现通过刺激迷走神经可以显著增加褪黑素的分泌。提到冥想，可能会让人觉得门槛很高，但实际上并不需要进行正式的冥想。我要介绍的是从100开始数数的冥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技巧。方法如下：首先，想象自己站在一个缓坡的山顶上，在蓝天下温暖的午后，周围盛开着鲜花、蝴蝶和蜜蜂在飞舞，想象一幅安详的画面。然后从100、99、98开始数数字，
每数一个数字都深吸一口气，慢慢的呼气，保持舒适的呼吸节奏和深度非常重要。不要让呼吸节奏过快或过慢、过深或过浅，要保持稳定的呼吸节奏。同时在脑海中慢慢的数数，仅凭这些简单的步骤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冥想，与认知 Shuffle 睡眠法相似。这是一种在床上横躺的简单技巧，因此在无法入睡时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第3种方法，即胎儿式和蝴蝶拥抱。为了放松身体，增强放松效果，瑜伽的姿势非常值得推荐在瑜伽中，特别是一些简单的姿势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的紧张。在床上侧躺，将双膝向胸部弯曲，用双臂将双膝拉向身体，就像做体操时坐在地板上的姿势一样。想象自己就像在羊水中的胎儿一样，这样做可以让腰部感到放松，并带来愉悦的感觉。仅仅通过自我拥抱就能够促使爱情激素的释放，这种激素也称为催产素。催产素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因此在睡前进行一些轻松的瑜伽非常适合。此外，身体蜷缩的姿势也能够使心情变得平静温和。抱着双膝深呼吸，缓慢摇晃身体左右，会给腰部和背部带来按摩的感觉。进一步加强放松效果，试着侧身抱膝左右滚动，就像翻身一样，会感到身体得到放松。根据刊登在美国学术期刊《现代生物学》上的研究，摇晃运动有助于促进睡眠。当我们摇晃婴儿时，轻柔地晃动身体，婴儿可能会入睡。这种摇晃让人联想到在母体内的感觉，因此我们本能地感到安心，持续左右摇晃一段时间，逐渐会感到昏昏欲睡，头脑变得迷离。然后慢慢呼吸几次，伸直双腿，进入睡眠姿势。与胎儿姿势类似，自我拥抱的蝴蝶拥抱也能够促进催产素的释放，同时抑制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蝴蝶拥抱是将双臂交叉在胸前，轻轻地抱住肩膀，然后用双手轻轻拍打自己的肩膀。也许会觉得自己抱着自己有点孤单，但实际上这种蝴蝶拥抱是由照顾遭受强烈飓风影响的墨西哥儿童的治疗师提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从负面情绪如焦虑和压力中解放出来，因此在睡前的床上尝试蝴蝶拥抱和胎儿姿势吧，可以帮助身心放松，进入睡眠状态。让我们在每一个夜晚都能享受到宁静和舒适的好眠吧。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